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2月2日。今日要譴責一下美國總統 Joe Biden 喎。咁因為咧佢喺卸任前咧就係特赦咗佢嘅兒子 Hunter Biden。佢嘅 Hunter Biden 咧就係涉嫌多項重罪，包括咧非法持有槍械同埋逃稅。咁呢兩個重罪咧加埋可能嘅刑期咧超過10年都唔出奇噶。至少都數年啦。咁結果咧而家佢就係喺卸任前特赦佢啦，因為咧佢以往咧就係多次曾經公開承諾過唔會特赦佢嘅兒子嘅。而家就係好明顯係食言啦。點解要食言啫？又因為佢本身咧就係希望尋求連任噶嘛。你連任前啊，梗係唔可以特赦個兒子啦。呢個肯定係會損失選票噶嘛。咁所以咧佢就係去到年中嘅時候都諗住繼續連任噶。結果咧就係因為俾人發現到有腦退化同埋行動機能咧就不便啦，所以咧就係臨時就要換馬，陣前換帥換咗啦。呢個卡米拉賀錦麗。結果賀錦麗梗係大敗啦，係嘛？得個幾個月時間競選，咁所以咧，而家佢就無後顧之憂啦，因為佢都年紀已經80歲啦，一把年齡啦，佢唔會有任何政治嘅發展噶咯，唔會有下一次再嚟競逐總統咯，4年後仲在唔在人世都好難講啦，咁加上佢做咗好多年嘅副總統啦，而家又做埋總統啦，咁所以對佢嚟講咧係冇任何政治包袱噶啦，喺呢個時候利用佢總統最後嘅權力特赦佢嘅兒子，咁呢個當然係破壞咗美國嘅法治制度啦，破壞咗美國嘅民主制度啦，咁但係咧即係呢個翻去嗰個問題，就係美國總統係有咁嘅權力喎，所以佢行使呢一種權力咧係合法嘅，只係咧係難看嘅啫，唔好睇，係合法嘅，完全係合法嘅。呢個亦都係咧翻去我成日講嘅，就係任何人有權力都會想辦法權力尋租。我有權力我都會攬權啦。梁錦松有權力，咁咪偷步買車咯。呢個係人性嘅本質，所以點解要發明民主制度同埋司法獨立咧？就係要慎防呢啲人濫用權力啊嘛，佢最後有權力佢都會用嘅，但係佢只能夠拜登喺佢法律賦予佢嘅權力底下釋放佢嘅兒子，特赦佢兒子，即係唔能夠走後門啦。有啲國家就走後門啦，拍一拍膊頭，你要知道我爸是誰嗎？佢哋就會講嘅。咁而家咧Hunter Biden 咧，我哋都知道他爸是誰但係咧佢就只能夠用佢合法嘅方法去釋放佢。克林頓嗰啲都係全部咧都曾經用過佢嘅權力合法地釋放佢，當然後邊可能有啲政治獻金我哋就冇辦法揭露到或者冇辦法證實到啦，但係就說明到咧任何人有權力咧都會濫用嘅，所以咧權力越大咧濫用嘅機率越高，呢個就係民主制度嘅本質，就係要唔俾人哋有咁大權力，而美國係實行民主制度咧，其中一個叫做總統選舉制。總統選舉制總統嘅權力係極大嘅，同呢個歐洲咧，尤其是英國啦，為首嘅議會制係唔同。議會制咧權力就好細嘅，英國嘅首相係冇權力特赦任何人，英國嘅首相咧只可以根據特赦委員會提名特赦嘅人物，俾英女王，而家就英王啦，英王，咁由以往嘅英女王或者英王咧係特赦，英王特赦啊嘛，呢個我哋以前香港殖民地嘅時期成日聽到啦，英王特赦。凡係有死刑嘅咧，就判英王特赦；原本係還手死刑嘅，就英王特赦，終身監禁。咁所以咧，只有英女王，但英女王都唔可以無端特赦人哋嘅。英女王或者而家嘅英王咧，只能夠根據呢個嘅特赦委員會嘅提名，首相嘅提名。當然佢最後都有權力咧，可以特赦一啲皇室人員啊，或者係其他人員嘅。咁但係咧就會受到更多嘅限制，而且因為英王咧或者英女王就係同呢個嘅內閣咧係分家，佢唔能夠共享權力，呢個就係所謂大憲章運動以後後來就發展成呢個光榮革命之後嘅傳統啊嘛，咁但係咧美國就唔係，美國嘅總統咧係民意授權噶嘛，美國嘅總統咧個權力係極大嘅，無論喺戰時嘅時候就可以咧連任啦，以往羅斯福總統就試過啦，咁又或者咧美國嘅總統可以咧有呢個嘅發動戰爭嘅權力啦。可以亦都有呢個嘅國安嘅權力啦，反恐嘅權力啦，有好多特權，咁所以咧佢濫權嘅機率咧就相對較大嘅。咁其實咧而家拜登咧就運用咗個權力去做呢樣嘢。咁以往咧其實咧好多美國嘅總統咧都試過類似，咁但係有一啲又有政治智慧嘅，有一啲就冇嘅。我哋可以分為兩類啦。因為美國憲法第2條第2款咧嘅第1項就已經賦予咗咧總統係可以對聯邦法
嘅特赦權啊！留意係聯邦法嘅啫，如果係州法律咧，佢就冇嘅，因為咧美國咧各州係獨立噶嘛司法啊，咁所以咧而家呢個 Hunter Biden 咧，佢係特赦咗佢部分嘅罪，咁但係如果佢啲部分罪，譬如話非法持有槍械咧，係涉及州嘅法律咧，佢始終要面臨住審訊，呢個就係權力互相制衡嘅一個方法，所以總統有權力往往咧特赦一啲政治罪行啦、國家安全嘅罪行啦，或者逃稅。逃稅咧，如果大部分人逃稅都逃聯邦稅啊，即係相對少啲人逃州稅啊，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係可以特赦。歷史上有好多好著名嘅事件噶啦，譬如話咧林肯總統咧，同埋後來繼承咧就係約翰遜總統1863年同埋1868年咧就兩次特赦南方叛軍，因為南北戰爭啊嘛。南北戰爭如果你唔特赦嘅話咧，對方梗係拼死同你打到最後一兵一卒啦。咁佢哋已經要解除黑奴噶啦，已經經濟上受到損失，咁又唔同你特赦嘅話，佢梗係會戰死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政治智慧，避免國家陷入分裂，南北分裂一個手段。咁好啦，去到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美國實行徵兵制。咁當時社會咧有好多人係反對徵兵制，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就叫尤金德布斯。呢個尤金德布斯咧就係反對當時徵兵制。咁後來咧威爾遜總統好出名嘅就係提出咗呢個嘅主權在民、種族民族自決嗰個人。咁喺一次世界大戰咧成為咗一個重要嘅政治哲學家嚟嘅一個總統，但係佢同時間係政治哲學家。咁但係咧佢當時咧就係拉咗一個人，就係呢個德布斯啊。德布斯就係反對徵兵制嘅。咁喂，呢個係國家安全啦，槍口一致對外啊，但係佢反對，咁結果拉咗佢啦。咁但係咧呢個德布斯咧犀利喎，喺監獄裏邊咧競選總統，獲得100萬張左右嘅選票。咁所以咧亦都因為政治壓力啦，100萬張唔係少數嚟噶嘛，今天都唔係少數啦，何況當年啦。結果咧就係特赦咗佢啦。後來哈定總統啦，21年嘅時候亦都特赦咗幾千個咧係違反禁酒令嘅，呢啲都唔係咁重要。最重要就係咧1974年當時咧美國發生咗一件好嚴重嘅政治醜聞啊嘛，就係可以話近100幾年最嚴重嘅政治醜聞，就係尼克遜總統嘅水門事件。咁結果咧佢嘅繼任人啦、副手啦，呢個福特總統咧就係特赦咗佢，令到國家咧即係蒙羞啊呢個。因為水門事件呢個尼克遜總統理論上就應該要受到刑偵嘅，受到呢個嘅即係佢嘅非法竊聽各方面就應該要受到譴責嘅。咁但係咧佢就特赦咗佢，咁結果咧好快呢個福特總統都要付上咗代價啦，因為卡特總統又上台啦。咁卡特總統咧上台之後咧就特赦咗越戰咧嗰啲逃兵咁呢個都有政治智慧嘅，因為當時咧70年代60年代咧就反越戰咧，有好多人咧左派就主張反戰，咁結果有啲人咧就係逃離咗戰場做咗逃兵，咁就有啲咁嘅情況。呢個老布殊亦都特赦咗啲政治人物，咁但係呢個相對冇咁重要包括前國防部部長。克林頓總統呢個大爭議啦，呢個可以話係水門事件之後又一個咧好醜陋嘅一個特赦嚟嘅。克林頓總統有好多好醜陋嘢，玩雪茄喺白宮實習生嗰啲咁嘅嘢啦。但係咧佢喺佢卸任前最後一日係特赦咗佢嘅政治捐助者。有成日有啲人咧就話美國可以合法貪污，有啲大陸嘅五毛就係咁講，美國係唔可以合法貪污嘅。美國嘅政治獻金咧唔可以自己私用嘅，政治獻金咧只可以咧係作為咧公益或者係政黨用途。咁當然啦，佢係唔可以直接私用嘅，但係事實上佢收咗獻金之後咧，因為佢有權力啊嘛，佢有權力可以調動啲錢，所以結果咧其實就係利用錢去化作佢嘅權力。所以佢又唔可以直接攞啲錢嚟買勞斯萊斯唔可以攞啲錢嚟玩啫，唔可以攞啲錢嚟玩女人買雪茄，但係可以攞啲錢嚟繼續競選，令到自己連任。咁呢個亦都係另外一種咧權力尋租。所以我就話權力尋租就係人性嚟嘅。如果俾我做特首俾我做國家主席，我都尋租啦。所以關鍵就係要揾人克制我啊嘛。要關鍵揾其他人去克制，咁美國咧或者英國咧就用傳媒啦、公民力量啦。而家 Joe Biden 咧就發生呢啲咁嘅事，結果美國係齊聲譴責佢，包括民主黨嘅內部都譴責佢。呢個係留咗一個炸彈喎，喂，下一次仲使選嘅？而家你咁做，所以民主黨一定係憎死佢嘅。嚟緊2年後呢個嘅參眾兩院仲有部分議席會改選噶嘛，仲有地方嘅州長、市長噶嘛。而家你咁做一定係會累死民主黨下一次嘅選情嘅。咁所以咧呢個咧你會係受到言論嘅譴責，當然言論譴責可能係武力，但係起碼可以俾你講嘢啊嘛。所以呢個世界總有唔公義嘅地方，
但係你唔俾你講，唔俾你批評咧，就係連你僅有最後嘅權力咧都剝奪埋，呢個就可悲啊嘛。咁好啦，呢個克林頓咧係最後一日咧，就係特赦咗佢個政治捐獻者阿 Rich 啊，個名都知佢 Rich 啊，阿李奇啊，就係捐獻者。咁啊 Donald Trump 咧犀利啦，4年特赦咗3個人，頭先嗰啲都係特赦1個人或者特赦一批政治犯啫。咁而家佢唔係喎 Donald Trump 特赦咗3個人啊，包括特赦咗因為種族歧視被控告藐視法庭嘅一個法官，係佢嘅支持者嚟嘅，喺亞利桑那一個法官種族歧視喎咁啊。第二咧就特赦咗一個因為通俄門而被定罪嘅一個人物阿 Stone。咁啊第三就係特赦咗佢嘅前國家安全顧問阿費林就係因為俾 FBI 咧話佢係講大話。即係作假證供而去控告佢嘅。咁啊 Joe Biden 咧亦都特赦咗佢嘅仔啦。最後咁當然之前特赦咗幾千個因為大麻而即係輕判嘅。咁呢個係民主黨一貫嘅政策輕罪就唔應該判刑噶嘛，認為，所以成日有啲零元購啲咁嘅嘢啦咁所以呢個咧而家佢係特赦咗 Joe Biden 噶啦，非法持有槍支同埋聯邦逃稅。咁我覺得咧佢係有聯邦逃稅，佢唔會冇州逃稅。通常啲人逃稅逃開就有條路啦。你既然逃開聯邦稅咧，就理應逃埋州稅嘅。咁所以佢而家咧就係可以特赦到佢逃呢個聯邦稅。但係其實咧好快可能咧地方州咧就會控告佢噶咯，甚至乎喺特朗普上台後咧對於佢有冇犯州嘅一個法例咧，可能係會更進一步調查。而家尤其是民主黨都反水嘅情況底下咧，我諗 Joe Biden 除非就移民啫，去俄國或者係中國或者係其他地方啦，否則嘅都難逃咧，可能係會有再有刑獄嘅一個情況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咁樣。咁所以英國咧就好好多啦，英皇咧係只能夠根據提名委員會，只能夠根據提名委員會個方法去特赦，首相又唔可以。呢個就係說明到英國嘅政治制度優勢，佢哋會尋租，每一個人都尋租，但係唔可以過分地尋租。咁你即係好似雷洛咁收片都要收得有規有矩唔可以過分地。咁但係有啲國家就唔係嘅，直頭控告都唔會控告直頭咧和疏流疏朕即法律，我即國家。咁咧始終程度上有分別。所以民主唔係靈丹妙藥唔會解決所有問題，佢只能夠咧係可以抑制啲問題唔好咁嚴重民主一樣有貪污，一樣有腐敗，但係唔會有幾個 percent 嘅國家官員貪污，唔會。係嘛？中國就唔係習近平喺18大上台以嚟懲治咗400幾萬嘅貪官如果你諗下美國有6% 嘅官員係貪污，英國有6% 官員貪污，個國家仲點運作到咧？運作唔到嘅係咪咁所以係唔可能咁樣做嘅。但係一樣會有貪污，英國、美國、歐洲一樣會有貪污腐敗，一樣會有人濫權，一樣會有 Joe Biden， 一樣有 Bill Clinton， 一樣有 Donald Trump 呢啲咧濫用司法權力嘅人，傷害緊呢個嘅三權分立嘅人一樣會有。咁但係咧民間可以譴責佢，歷史都可以譴責佢。哇，喺有啲國家咧民間不能譴責，歷史書你寫佢話你煽動顛覆噶啦引起對咩政府嘅憎恨噶啦，嗰啲係程度上有分別，就唔係話天下烏鴉一樣黑。因為民主嘅制度就假設人性是邪惡的，但係中國就唔係中國就強調咧人性係光輝嘅黨係偉大、光明、公正嘅、正確嘅。咁佢哋強調偉光正嘅情況底下咧，就出現咗400幾萬個貪官咁但係咧喺西方嘅民主制度底下咧，我哋知道人係邪惡嘅，就不斷出呢啲新聞譬如話施紀賢就收受啲小恩小惠收受 Taylor Swift 演唱會飛收受呢啲球會嘅球票入場券收受呢個西裝，我哋可以譴責佢。我哋可以召開聽證委員會，召開紀律聆訊委員會去紀律調查佢，最後可能係徒勞無功，但係中間咧起碼咧人民係有機會可以監督，有機會可以發聲最後監督不力嘅、監督唔到嘅，咁都有時都應該要。我覺得我講咗好多次，西方嘅民主制度應該要修改嘅啦，因為而家嘅民主制度咧喺大數據嘅情況底下咧，好容易咧會有即係錯誤嘅選舉結果，譬如話脫歐嘅時期好多假嘅資訊就話脫歐如果唔脫歐會如何喺財政上有咩負擔，嗰啲後來被證實真係假嘅。咁反而脫歐之後咧財政負擔係咁嚴重。咁所以我覺得咧應該要修改咧競選承諾法就係呢個嘅競選嘅資料咧一定係要正確嘅，一定要書面嘅。譬如話你發表任何嘅 statement， 你48小時內咧就要提供咧一啲嘅 footnote， 一啲嘅佐證，起碼咧引述係要正確嘅，然後經第三方機構核實嘅
經啲法官啊、學者啊組成嘅第三方機構，係啲第三方機構要一次性嘅，就係佢做完審查之後咧，佢就唔可以下次再做嘅。如果唔係，就會有權力尋租啊，仍然都係咁啊。咁所以西方民主制度如果唔改，都係有一個問題嚇。即係而且咧，競選承諾法咧，就譬如話你在任嘅時期或者選舉嘅時，你承諾咗唔會加稅，你至少12個月內唔可以加稅，否則嘅話咧就係即係你係會越講大話啦，越容易當選。而家西方就有呢個問題，咁所以我起碼可以喺西方社會講佢哋嘅社會問題，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基本權利。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希望大家 like、subscribe、share。OK， 收費平台 Patreon 咧，今個禮拜仲有中國近代史嘅獨家課堂，就會講到文化大革命嘅。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再 Patreon啦，15蚊美元一個月就可以無限重溫，年費訂閱仲有 discount。多謝大家，知識有價，拜拜。